欢迎来到轩 Meeting。万众期待的魔光骑士终于要在2020年9月28日发售了。本期视频将全面分析一下这台车到底是否值得入手。以下数据全部为无改状态下进行。平跑最高速可以达到 192.5， 对比其他车辆当之无愧是最快的。接下来看一下平跑挤满一颗氮气的时间。最终以 13.53 的成绩完成，比其他车辆都要快，甚至超越了亚特拉斯。因为集气速度与车速成正比，虽然亚特拉斯的集气数据很高，但是速度没有魔光快，所以魔光当之无愧拿下了集气第一。再来看一下漂移最低速，最终稳定在了 100.4， 依然是拿到了最快的头衔。在这里补充一下我自己的脱漂最高速，我自己可以脱到的最高速度为 304.7， 其他车辆以我的水平还不足以上300，所以这台车的脱漂速度是很恐怖的。最后再来看一下双氮气最高速，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 267.2夺得了最快卡丁车的称号。接下来我们用这台无改魔光去跑一下计时赛，来看一看手感怎么样。这台车一上手第一感觉就是真快，是那种可以明显感觉比其他任何赛车都快，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。过了第一个弯道后，这个集气速度同样是很快，是那种你能很明显感觉到集气很快的感觉。果然，这恐怖的数据带来的是超凡的体验。至于魔光的手感方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车很轻，拉车头很容易，这样对你的控车能力就有很高的要求。对于习惯了棉花糖和亚特的玩家，会出现稳定性下降的现象，可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。加上它宽大的建模，导致了你拿到这台车后失误率会有所增加。因为这台车的容错率远不及棉花糖，所以不得不说棉花糖在手感方面真的是很完美。但是对于已经有魔怪的玩家应该就会好很多，因为魔怪的手感和魔光比较接近，所以上手魔光相对容易一些。对于我这种喜欢棉花糖和亚特的玩家，甚至是有点飘，很不稳，所以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。平时我的身高成绩基本在1分48左右，跑得好一点也只是进入1分47，而用这台魔光跑的话，首次达到了1分46以内的成绩。对于我这种娱乐玩家来说，能提高将近1秒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对于1、2线玩家来说，应该会比之前的车提升 0.5 秒左右吧。对于刷计时赛的玩家，魔光绝对是不二选择。接下来我们去排位看看它的对抗怎么样。刚开局碰撞就如此激烈，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我的路线，不论是加速状态还是平跑，都体现了一个字：稳。我们再来看几个碰撞时刻，这难道就是 Bingo 的魅力吗？不得不说，这台魔光从各个方面几乎都堪称完美，这应该就是 Bingo 车的特性吧。所有数据都是最完美的。至于很多人说手感很奇怪、难以操控等问题，其实只是你还没有习惯这种手感罢了。当你真正习惯以后，便能游刃有余，多次打破自己的记录。对于它的购买方式 Bingo， 这里我做一下简要说明。Bingo 界面分为5×5的矩阵序列，每一格都可以开出一个数字以及一个随机的奖励物品。每当正盘上的数字在横向、纵向、斜向3种不同方向上连成一条线后，就可以获得这条线对应的奖励内容。正盘上共计12条线，玩家累计可以获得12种不同的连线奖励。累积连线数分别达到3条、5条的时候，还会获得额外的累积奖励，就是一定天数的魔光和一个道具。
当连满12条线以后，即可获得本期 Bingo 活动终极奖励魔光骑士。一般来说，前面数字很好开出来，但是到后面几个的时候，很容易开出重复的数字，所以需要大量的电池才可以开出永久。虽然很费钱，但这是有保底的。这是之前陆服发布的概率分布图，从上图可以看到，第260到320次之间必出第12条连线奖励，也就是可以拿到永久的魔光骑士。也就是说，前260次直接可以实开，等260以后选择单开，因为每次单开获奖的几率都是10%，避免了实开浪费。所以拿到永久魔光的电池区间应该是在7800到9600之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剩余的 Bingo 卡不清空不作废，可以在下期 Bingo 开启的时候继续使用。如果你开到324以上还没有拿到的话，就不要开了，因为我记得之前在陆服出现过 bug， 有些玩家最后几个数字根本开不出来，已经超过了320次。最后系统返还了电池，所以开 Bingo 的玩家需要注意一下这点。那么关于是否氪魔光这个问题，大家还是要理性看待。已经有魔怪的玩家其实无需要再氪魔光，因为与魔怪用相同的手法来跑的话，理论上只是比魔怪快了0.2秒左右。所以说 Bingo 车的性价比肯定是最低的。但是对于厉害的玩家和一些刷记录的玩家，魔光骑士必须氪，因为它是绝对的王者竞速车。但是对于已经有棉花糖和亚特的玩家就要慎重了，因为手感需要适应一阵子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比如我个人就不喜欢魔光这种轻一点的手感，我个人的成高进入1分45秒用的是黑骑士，黑骑士的手感是很重的感觉，和棉花糖亚特差不多。所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的话，车快不一定是好事，手感才是最重要的。有了好的手感，成绩才能有大的提高。所以对于此次的魔光骑士，可以先开出3条连线，获得一定天数的魔光，自己去好好感受一下。如果实在不喜欢这种手感，那就不要再氪了，等待之后的 Bingo 车吧。毕竟魔光只是 Bingo 的入门级车型，也不会甩主流车太远。因为目前棉花糖亚特还是不会被淘汰的。如果本赛季想要开新车的玩家，那你还是买魔光比较好。因为冰蓝棉花糖和国王新一这2台车其实很一般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冰蓝数据没有魔光高，但是手感远没有蔷薇棉花糖稳。大部分的玩家还是以收藏居多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棉花糖保值计划的一个产物罢了。目前陆服用的玩家也不是很多，国王新一就更别说了，几乎见不到这个车。而且当时国王的新一也不是很便宜，也是很贵的一台车。关于这2台车的评测，后续我也会发布影片，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以防错过每一期的评测。所以关于是否购买魔光这个问题，我想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到此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